各位好，我是咸人汤。如果你要问如何才能产生高温火焰，那么氢氧焊是个避不开的话题。当然，我没法给你整一个氢氧焊机，所以只能 DIY 一个。今天我就要试试这个装置到底能不能喷出火焰，而这个火焰又能融化掉什么物质呢？但是在揭开这些谜题之前，我们先来讲讲细节。我们都知道，电解水生成氢气和氧气，氢气是可燃物，氧气又是助燃物。当氢气与氧气混合起来燃烧时，温度可以达到3000度左右，这是打火机与煤气火焰都望尘莫及的。当然了，这主要是氧气的功劳，只要氧气纯度高，连铁丝都是可以烧起来的。氢氧焊一般是用在首饰加工行业或是材料抛光方面。我知道大家谈氢色变，只要不是高压罐存储，大可放心，用多少产多少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况且做人嘛，总得具备诺贝尔的精神。好，先来看这个装置的设计构造，这是一个注水阀门，水量不够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阀门注入，这样就能避免开盖注水时空气混入，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流程。这是一个备用气体输出阀门，如果说产气量跟不上，可以接上一个小气球，先存储一会儿再用。这是默认输出气管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密封方式是通过热熔胶简单固定阀门位置，然后注入环氧树脂密封。因为使用时间久了会有热量产生，热熔胶会软化，而环氧树脂耐温值则要高很多。旁边这条铜线是我之后加上去的，因为不锈钢通电发热严重，最好前期就使用铜螺钢，我这是临时改的。我是一个注重美观的人，因此我不希望装置在电解时水质变得跟臭水沟一样，所以要使用蒸馏水。如果没有蒸馏水，也可以使用瓶装纯净水代替，效果也是很好，估计也是蒸馏出来的。用稀硫酸增加导电性，我用的是电瓶车的电解液，里面大概是30%的稀硫酸，然后倒入一点点就行了。如果说电解产气量不够，可以按需添加，前提是注意电源的功率和水池的散热。至于电极，我选用的是钓鱼用的铅皮。如果用铜，溶液会变蓝，最重要的是极板损耗很快。用铅极经久耐用还便宜，不比薄钛电极差。我就想电解个水，有必要那么奢侈吗？因为阳极的铅最终会变成二氧化铅，二氧化铅不溶于水，且又能导电，这样水质既不会变成硫酸铜那样的蓝色，又能在铅表面形成一层惰性保护层。我想这2块铅皮使用2-3年不成问题。详情请参考你家电动车电瓶的使用寿命。这个瓶子装水是用来做主火器，氢氧气体通过这个气管流入，通过这边输入到焊枪。因为里面只暂存很小的气体，即使出现回火情况也不用担心。最重要的是可以冷却电解升温产生的水蒸气，保证纯净的氢氧混合气。最后一个就是焊枪，可以调节阀门来控制气体流量。前端喷嘴口径与注射针头差不多大，如果不出什么故障，射出的火焰应该会很细锐。那么现在该讲的都讲了，准备开始电解吧。现在火焰是有了，今天视频有3个环节，一是焊接，二是融化，三是切割。首先来试试能不能焊接首饰，可问题是哪里去找首饰呢？看样子必须下血本了。不行，这个是我准备同学聚会用的，不能搞坏了。用这个还差不多。由于这个器件太大，温度都被传导风散了，这把小喷枪烧起来很吃力啊。接下来就是融化测试，这些都是不同熔点的金属。首先使用锡，
细的熔点是230度左右。看样子是毫无压力啊。铅的熔点在320度左右。简直是势如破竹啊！锌的熔点在420度左右。势不可挡啊！铝的熔点在660度左右。气间太大，小喷枪根本无可奈何。下一个，铜的熔点在1080度左右。换铜线试试。局部温度上升很快。毫不费劲，铁的熔点1500度左右。表现不错。至于金银更不用说了，这两者熔点比铜还低。氢氧焊温度确实可以达到3000度左右，由于金属导热性太好，小火焰表现并不是那么直观，所以我再烧导热性不那么好的红砖看看，光还是比较亮眼的。已经弄出了一道凹槽。现在我要测试一下切割效果。像这种饮料罐是铁制的，只是外面多了一层锡而已。切割这样的厚度还是比较轻松的。我猜可能会有人好奇这个装置产气量是多少，这个嘛不妨测试一下。这个瓶子是550毫升。硬时1分41秒，减去开始延后的7秒，所以是1分34秒。这与商用的氢氧焊机产气量还是有所差距，不过个人用的话还是够了。正如我之前所言，用铅级电解经久耐用，水质几乎是不会变色。我一般还不告诉别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。